校霸曾扬言最喜欢肤白貌美、眼角有痣的女生，而女孩不仅权重，还腰细腿长，身材火辣，完全就是校霸的理想型。室友生怕校霸对她一见钟情，在新生联谊会前夕，偷偷拿走哥哥留给她的镯子，妄想让她去不成。可女孩早就看穿了林薇薇的伎俩，二话不说直接杀进了联谊会的包厢。巧的是，陆延征正玩游戏输了，惩罚是让第一个进来的人主动献吻。沈念的闯入让包厢瞬间死寂，他目光如炬锁定林薇薇，开门见山，把我的镯子还给我。林薇薇正准备表白，被这么一搅和，脸都绿了。她恼羞成怒的反驳：谁拿你镯子了？你少血口喷人！我查过监控了，你下午回过宿舍。林薇薇冷笑一声：宿舍那么多人，凭什么就赖我？旁边的陈雨欣眼神闪躲，沈念强压怒火：你针对我不是一次两次，你不住校，偏偏你今天回来我镯子就丢了。林薇薇一脸挑衅的看着他，拿不出证据，你这就是诽谤。沈念气得双拳紧握，眼里的火几乎要喷出来，周围人则全在吃瓜，看这出好戏怎么收场。一个慵懒的男生打破僵局：宝贝，按规矩，你得亲我一口。沈念循声望去，正对上主位上陆延征玩味的目光。你不是说罚酒吗？怎么见着美女就变卦了？陆延征夹着烟，嘴角噙着笑，好整以暇的等着沈念的回应。沈念冷冷回绝：输了就喝酒，我没空陪你疯。行啊，那你坐我怀里喂。沈念懒得理这无赖，转头厉声警告林薇薇：还我镯子，这事就算了，否则我跟你没完。他不想在这被人当戏看。话已至此，转身就走。站住！陆延征的声音冷了几分。沈念脚步一顿，回头看他，还有事。察觉到他的不耐，陆延征反倒觉得更有趣了。不就是丢了个镯子，我帮你找，如何？你帮我？当然。陆延征语调懒散，不过我可不白帮。见他满脸警惕，他笑着弹了弹烟灰：放心，条件不难，把欠我的吻还了就行。沈念暗骂自己昏了头，居然指望这个花花公子。没等沈念回答，林薇薇先急了，生怕他们达成交易，脱口而出：不是我拿的，但我知道在哪。在哪？沈念怒声逼问，林薇薇才不情不愿地吐出：在华大人工湖。沈念瞬间脸色煞白，气到浑身发抖，深吸几口气才压下怒火，转身就走。陆延征掐了烟，抓起棒球服外套就跟了上去。他朋友在身后喊：哎，征哥你去哪？陆延征声音懒懒传来：去看看煮熟的鸭子会不会飞。而沈念正窝着火打车，压根没注意到他，直到进了电梯才看见他走来。他立马狂按关门键，他真不想和这人独处。眼看电梯门就要关上，一只手却猛地伸了进来，那只青筋分明的大手让沈念心头一滞。随着门开，他的心也凉了。他迈步进来，沈念下意识后退：怕我？陆延征眼神玩味。沈念垂下眼帘：我为什么要怕你？陆延征，你叫什么？沈念压根不想理他，直接沉默。没听见。陆延征又问了一遍：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沈念的语气冷得像冰，满脸都写着拒绝。你好像挺讨厌我。沈念不说话，算是默认。陆延征目光探究：为什么？我应该没惹过你，不说名字，你今天别想出这个电梯，信不信？陆延征语气虽懒，威胁却十足。沈念皱眉瞪着他，这人真是个混蛋。我叫沈念。话音刚落，电梯门就开了，沈念一把推开他，冲了出去。陆延征愣了一下，随即勾起嘴角，双手插兜，慢悠悠地跟上，站在华大人工湖边。沈念心如死灰，那银镯不值钱，却是双胞胎哥哥留给他唯一的念想，这下怕是再也找不到了。沈念回头看着陆延征：帮我拿着手机。他像是下定了决心，把手机塞给他，转身就往湖里走。你疯了！陆延征来不及多想，眼看他固执地走向深处，沈念在冰冷的湖水里摸索，陆延征则翘着二郎腿坐在长椅上抽烟，看着他，一根又一根，1个半小时了，半包烟都快抽完了。沈念还在水里，陆延征叼着烟，靠着椅背，深邃的黑眸紧盯着他，看不出在想什么。沈念唠叨腰都快断了，只能直起身喘口气。陆延征的视线跟着他抬起，恰好看到他身后那束摇曳的玉兰，坚韧又美丽，他终究还是心软了。上来！陆延征捻了烟，起身走到湖边：我帮你捞。沈念这才反应过来他居然没走，蹭了蹭冰冷的脸颊：你怎么还在这？陆延征神色复杂，沉默片刻才开口：闲着，帮你看着手机。他的目光落在他冻得通红的眼角和鼻尖，眉头一皱，愣着干嘛？上来！沈念这才挪到岸边，准备往上爬。陆延征却突然俯身，双手从他腋下穿过，竟直接把他从水里拎了上来。沈念整个人都懵了，他再瘦也不轻啊，他怎么这么大劲？陆延征脱下外套盖在他肩上，突如其来的温暖让沈念眼眶一热，积攒的委屈瞬间决堤，再也忍不住了。他忽然半蹲下来，沈念吓得后退2步：躲什么？你这样滴着水回去，活像个水鬼上岸。这人嘴巴真毒，但沈念此刻没心情计较。他抬眼看他：你真会帮我找吗？可以，但我有2个条件。听到这话，沈念眼里的光又暗了下去，垂下头：你说吧。回答我个问题。第2，把欠我的吻还了。沈念彻底愣住，皱眉看着他，见他神情淡然不似玩笑，才不确定地问：你是认真的？陆延征点头：当然。沈念内心天人交战，挣扎许久才再次确认：我答应你，你就一定能找到吗？能。找不到呢？只要他还在湖里，我就是把湖水抽干也给你捞出来。沈念知道他有这个本事，可要他随便亲一个男人，还是他的初吻，他怎么下得去嘴？陆延征也不催，看他犹豫不决，玩味地勾起唇角：初吻啊。沈念冷冷瞥他一眼：很好笑吗？他挑了挑眉，心情颇好。不好笑，就是有点开心。沈念气得握紧拳头，这人真是恶趣味，别搞得自己很吃亏一样。陆延征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，巧了，我也没被女人亲过。沈念才不信他这鬼话，但哥哥的镯子必须找回来。他心一横，眼一闭，屏住呼吸，踮起脚尖，轻轻吻在了他唇角那颗痣上。这突如其来的一下让陆延征懵了，他僵在原地，直到沈念退开都没回过神。你好像搞错了，我说的是吻。他目光灼灼地盯着他的唇，是亲嘴。
要伸舌头亲到我喘不过气那种。沈念瞬间面红耳赤，恼羞成怒：陆延征，你别太过分，过分又如何？他扯了扯嘴角，俯身逼近，声音低沉又强势：搞清楚，现在是你求我。沈念脸色惨白，不知是气的还是动的。陆延征退开一步，刚才那下算定金，尾款等找到镯子再说。现在回答我的问题。沈念闭上眼，浑身都泄了力，眉宇间尽是疲惫。你想问什么就问吧，为什么这么在意这镯子？沈念嘴唇微动，声音轻得像羽毛：这是我哥留给我的遗物，尽管是被迫，这笔交易也算敲定了。第二天睡过头，早饭都没吃，上课全靠意志力死撑，要不是饿得不行，沈念只想回宿舍补觉。结果去食堂路上，他无意间听到了几句议论：你去看人工湖了吗？没呢。咋了？今儿一早学校就来了帮工人，把湖水都抽干了，不知道在捞啥宝贝。沈念一听这话，拔腿就往人工湖跑，可他好像来晚了，工人不像在找东西，反倒在湖心施工。他刚靠近，就被一个大叔拦住了：同学，这里施工，不能进。沈念急切地问：大叔，你们抽水时有没有看见一对银镯子？大叔看他一眼：哟，你怎么知道？沈念眼睛瞬间亮了：找到了吗？早找到了。那镯子现在在哪？被上头的人拿走了呗。沈念眉头紧锁：上头的人？大叔看他长得好看，多嘴了两句：我们就是拿钱办事，老板让干啥就干啥。沈念立刻想到了陆延征，他冲大叔甜甜一笑：谢谢您告诉我这些，嗨，小事一桩。沈念立马摸出手机给陆延征发消息：镯子在你那。他回了个失而复得的狂喜涌上心头。沈念连忙打字：谢谢你。光用嘴谢可没用。看到这条回复，沈念沉默了。刚才光顾着激动，差点忘了他们的约定，明知前面是坑，他也只能硬着头皮条，认命的回：我知道了，今晚7点，天神俱乐部。好，知道镯子安然无恙。沈念的心彻底放下，吃饭香了，睡觉也踏实了。可惜天不遂人愿，刚午休完，沈念就接到公司经纪人的消息，让他晚上去陪合作方吃个饭，混个脸熟。沈念先回复公司说会准时到，然后才硬着头皮给陆延征发消息：我今晚有事，能改天吗？不能。他的拒绝干脆利落。沈念想了想，试探着问：那能晚点吗？我尽快赶过去。他秒回：那我是不是能清久一点？看到这回复，沈念气的手机都快捏碎了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就不能通融一下吗？那边直接甩过来一句：别太晚，不然亲死你。这人脸皮怎么这么厚？骚话张口就来。沈念脸颊涨红，发誓拿到镯子就拉黑他。下午的课排得满满当当，下课铃一响，沈念就往宿舍飞奔。时间紧迫，他得赶紧化妆换衣服，晚上的饭局可不能掉链子。饭局上，沈念被灌得七荤八素，头晕脑胀。他掏出手机，屏幕上乱七八糟的通知一概不理，直接点开通讯录，拨通了那个备注为陈稳的号码。电话响了3秒就被接起，念，沈念捏着眉心，难受地说：稳哥，我喝多了，你能不能来接我一下？陈稳一听他声音不对劲，立刻追问：你在哪？第19店。好，撑住别睡，我马上过去。陈稳赶到时，沈念正抱着膝盖蹲在门口，他快步上前，将外套披在他光洁的肩上，然后扶着人上车，吩咐司机掉头回家。沈念迷迷糊糊睁开眼，看到他便傻笑：稳哥，你来了。陈稳满眼无奈：又去应酬了。沈念闭着眼靠在他肩上，含糊不清的嘟囔：我好困，睡吧。看着他绯红的脸颊，陈稳心疼的叹了口气，他醉成这样，只能先带回自己公寓了。公寓只有一个卧室，陈稳将他安顿在床上，转身想去客厅拿被子睡沙发。刚打开衣柜，沈念的手机就响了，屏幕上显示着陌生号码，铃声锲而不舍地响着。沈念烦躁地翻了个身，陈稳直接挂断。可没2秒，电话又来了。沈念干脆用被子蒙住了头，显然是被吵得不行。陈稳只好拿起手机走到客厅，替他接了电话。他还没出声，对面就传来一道极不耐烦的男声：都12点了，你人呢？陈稳愣了一下：请问你找谁？陆延征也是一顿，这不是沈念的手机，他喝醉了，睡着了，有事等他明天醒了再说吧。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，在开口时声音阴冷的吓人：你是他什么人？为什么拿着他的手机？我是他朋友，他喝醉了没人管，所以暂时住我这。陈稳话还没说完，电话就被猛地挂断。天盛俱乐部里，陆延征把手机砸在麻将桌上，烦躁地靠着椅背，捏着发疼的眉心，冷着脸点了根烟。沈念是被渴醒的，头疼欲裂，他迷茫地躺在床上缓了半天，才意识到这不是自己宿舍，拿起手机习惯性地清理消息，却在看到陆延征的名字时瞬间僵住，完了，把他给忘了。沈念手忙脚乱点开聊天记录，看到他昨晚10点和11点发来的消息，他崩溃地捂住脸，心里安慰自己：陆延征那么没谱，肯定早走了，应该不会太生气吧。他做了半天心理建设，才斟酌着编辑信息，删删改改，最后只发了句最简单的：对不起，昨晚喝多了，忘了去拿镯子。5分钟、10分钟，消息石沉大海。这下是真完了。沈念心凉了半截。等听说昨晚是陈稳接的电话，他感觉心口又中一箭，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。吃过早饭，陈稳送沈念回学校，他身上还是昨晚那件礼服裙，外面套了件他的外套，看起来不伦不类，但也顾不上了。华大校门口，沈念刚跟陈稳道别，高跟鞋的跟就卡进了石缝里，怎么都拔不出来。陈稳见状下车，蹲下身查看：你扶着我肩膀，先把鞋脱了，我帮你弄。沈念尴尬的脸都红了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，但也只能照做。陈稳很快把鞋拔了出来，放到他脚边，穿上吧。沈念深吸一口气，故作轻松地说：真是太谢谢你了，晚上我请你吃饭吧。怎么突然这么见外？沈念抿着唇，好久没见了，请你吃顿饭不行吗？行，怎么不行？快回去吧，别站这儿了。沈念点点头，嘴上应着，他却站在原地没动，直到车子走远才转身。而远处
陈雨欣看着手机里刚拍下的亲密照片，露出了得意的笑。昨晚11点多，陆延征曾问过他沈念回没回宿舍，他说没有。陆延征便让他等沈念回来后告诉他一声。陆延征对沈念这么上心，让陈雨欣极度的发疯，但他也没放过这个讨好的机会。沈念周末偶尔会打工不归，陈雨欣早就习惯了，可这工作日外宿还是头一回，而且还被个男人送回来。沈念一向清高，从没见他跟谁这么亲近过，难道是她男朋友？陈雨欣点开陆延征的对话框，迅速打字：沈念刚回来，是一个男人送的，还穿着那男人的外套，看起来关系不一般。等了几分钟没见回复，他又点开了林薇薇的头像，先把偷拍的照片发过去，然后添油加醋：沈念昨晚没回来，今天让这男的送回来了。林薇薇秒回：她男朋友。陈雨欣不知道，看着不像我们学校的，估计不是情侣吧，不然干嘛在学校装单身？林薇薇冷笑：装清纯钓凯子呗，看着人模狗样的，私下里指不定多浪呢。我把照片发到学校论坛，看他还怎么装。陈雨欣假惺惺地说：这样不好吧，我就是拍给你看看。林薇薇满不在乎：放心，谁知道是我们干的？陈雨欣嘴角上扬：好，幸好这会儿还是上课时间，学校里没有多少闲散学生。沈念这身奇怪的打扮走回宿舍，倒也没引起什么注意。推门前他都做好了被陈雨欣盘问的准备，结果人竟然不在，让他大大松了口气。乔一鸣正坐在桌前吃饭，看他回来便问：你昨晚干嘛去了？沈念边换拖鞋边答：参加了个饭局，喝多了就在外面睡了。宿管阿姨查房了吗？乔一鸣点点头：我帮你糊弄过去了。沈念心里感激，他一向不是爱惹事的性子，阿姨对他没什么印象，随便找个借口就能蒙混过关。乔一鸣摆摆手：没事。沈念闻到自己一身酒气，赶紧拿上睡衣冲了个澡，准备趁着午休时间再补个觉。等他洗完出来，发现乔一鸣已经睡下，陈雨欣却回来了。他听到浴室门响，抬头看向沈念：喂，你昨晚怎么没回来？沈念瞥了他一眼，有点意外他会关心自己，随口回了句：工作应酬喝多了，就在外面住了。陈雨欣也不知他说的是真是假，问完就没再理会。沈念爬上床，脑子却乱糟糟的。回来的路上，他查了昨晚那个电话号码，微信搜出来就是陆延征。虽然他已经接受了现实，可情况比他想的还要糟。陆延征不仅等了他很久，还想方设法联系他，结果全都失败了。沈念换位思考一下，自己都快被气炸了。他又看了眼微信，陆延征还是没回。沈念无奈叹气，他点开朋友圈的新消息提醒，赫然是陆延征凌晨4点发的动态，一张竖中指的照片，指甲长得吓人，背景是麻将桌和满是烟头的烟灰缸，配文只有一个字：操。沈念盯着那张图沉默良久，心情沉重的像去上坟。这不会是被我气的吧？不至于吧？躲着也不是办法，这事必须当面找陆延征说清楚。沈念不知道陆延征在哪，只能等他来上课试堵人。陆延征在学校是风云人物，他的很多事都不是秘密，超话里说不定有他的课表。沈念立马搜了搜，没想到刚点进超话，吃到的第一个瓜竟然是自己的。一个匿名账号爆料他有校外男友，却在学校立单身人设钓鱼，还附上了他和陈稳的照片，正是早上陈稳帮他弄鞋跟那几张，角度拍得极其刁钻，其中一张错位照，两人看着就像在接吻。如果他不是当事人，自己都信了。真是开局一张图，内容全靠编，底下的评论更是乌烟瘴气。沈念看得又气又想笑，他又不是什么大明星，怎么老有人给他造这种绯闻？说起来，他和陈稳也不是第一次被误会，从初中起就总有人以为他俩是一对，毕竟两人关系好，还经常一起上下学。陈稳又给他补课，外人不多想才怪。谣言这东西一旦传开，想澄清就难了。不过后来他们发现，这绯闻正好能挡掉不少烂桃花，也就懒得管了。但上了高中，心智成熟了，男女关系也变得复杂，他就没法再像从前那样坦然了。或许正是这些乱七八糟的因素，才让他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喜欢陈稳，所以现在再看到绯闻，心态也完全变了。他心里清楚，自己正自私地偷偷窃喜着。听见陈雨欣爬上床的动静，沈念回过神来，不再理会那些阴阳怪气的评论。他搜了下陆延征的课表，竟然真搜到了，而且还是3年的完整课表。这些人也太可怕了，就这么把别人隐私到处发。不过此刻沈念真心感谢这位爆料者，简直帮了他大忙。他找到陆延征这学期的课表研究起来，他今天下午满课，他可以等最后一节课下课去堵他。目前也只有这个办法了。想通后，困意上涌，沈念定了闹钟便沉沉睡去。另一边，陆延征他们吃完午饭正在台球馆消遣，不过只有张一驰和梁墨在打，陆延征则瘫在角落的沙发上补觉，长腿都快伸不直了，脸上盖着卫衣，浑身散发着生人勿近的气息。通宵打麻将，居然还能准时上早八。张一驰叼着烟看手机，啧啧称奇，宝刀未老啊，跟中学那会儿一样生猛。梁墨俯身打进一球，得亏早上就1节课，不然他根本没空过来。下午可又是满课，你顶得住吗？张一驰吐了口烟圈，撑不住就请假呗，省得又被教授抓缺勤。陆延征的声音隔着衣服传来，沙哑又沉闷。闭嘴！张一驰挑眉，我怎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这么爱学习了？陆延征不耐烦地吼，老子困着呢，你别犯贱！卧槽！一直刷手机的张一驰表情忽然变得精彩，沈念好像有男朋友了。陆延征一把掀开外套，眯着惺忪的睡眼骂道：你放什么屁？不信你自己看。张一驰把手机对到他面前，上面正是沈念和陈稳的亲密照，还不止一张呢。陆延征坐起身，翻看那几张照片，目光停在疑似接吻那张，陷入了沉默。张一驰啧了一声，拍拍他的肩安慰：兄弟别伤心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谁跟你说我难过了？陆延征把手机扔回台球桌，又拉过外套蒙住头，一副别来烦老子的死样子。
张一驰和梁默对视一眼，都识趣的没再出声，生怕撞上枪口。沈念算好时间，最后一节大课特意溜到后排，提前5分钟就从后门溜了出去。陆延征上课的教学楼离这有几百米，他是一路狂奔过去的。电梯刚到，下课铃就响了。沈念看着走廊里涌出的学生，赶紧跑到陆延征的教室门口等着，说什么来上课，结果还不是趴着睡了一节课。张一驰的声音传了出来，另一个清冷的声音接话，至少他被点名还能答上问题。张一驰爆了句粗口，操，我给忘了这孙子还有这被动技能。他话音刚落，沈念就看到陆延征一行人走了出来，他被簇拥在中间，黑色卫衣帽子罩着头，双手插兜，满脸没睡醒的起床气，心情差到极点。沈念的心咯噔一下，感觉跟奔赴刑场没两样。他都想好了，只要陆延征敢动手，他立马转身就跑，保命要紧。最先看到他的是张一驰，他眼睛一亮，笑得格外不怀好意。果然，张一驰笑得一脸欠揍，语气更贱。哟，这不是沈念吗？他这一嗓子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了过来。梁默更是好奇的上下打量着他，一道道视线像刀子，扎得他浑身不自在。沈念，陆延征淡淡的瞥了他一眼。沈念看他似乎没有动粗的意思，正准备开口道歉，话还没说出口，陆延征就像没看见他一样，径直从他身边走过。沈念一慌，手比脑子快的抓住了他的衣角。反应过来后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他尴尬的头皮发麻。陆延征停下脚步，却没回头，皱着眉问：“干什么？”沈念抿着唇，语气无比真诚：“对不起，我昨晚真不是故意放你鸽子，我喝多了才忘了联系。”他话只说一半，周围吃瓜群众的八卦之魂瞬间燃起，已经开始窃窃私语。陆延征发出一声嗤笑，用力甩开他的手，冷冷地说：“还没人敢放我鸽子，东西已经扔进华阳江了，有本事你自己捞去。”说完便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沈念愕然地愣在原地，完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张一驰摇着头啧啧两声，也跟着其他人离开了。手镯被扔进华阳江了，沈念大脑瞬间一片空白，心脏像是被人攥在手里狠狠揉捏，疼得无法呼吸。在周围学生断断续续的议论声中，沈念颤着睫毛回神，眼泪无声的滚落。他早该料到陆延征不是善茬，怎么可能容忍他的过失？这下该怎么办？人工湖还能想办法捞，可华阳江人掉下去都凶多吉少，怎么可能找得到？手镯丢一次已经够难受了，3天之内他竟经历了2次失而复得，得而复失，这心情比坐过山车还刺激。最让他无法接受的是，这镯子本可以拿回来的，本可以不丢的，归根结底都怪他自己，怨不得别人。眼泪再也控制不住，他不想站在这被人看热闹，转身离开了教学楼。他还不知道超话里已是风言风语，都在传他脚踏2条船被陆延征甩了。此刻哪都是人，沈念不知该去何处，最后跑上教学楼顶楼，靠着石栏发呆。远方的落日正缓缓下沉，连云彩都带着颓意。沈念眼前一片模糊，情绪彻底崩溃。有那么一瞬间，他甚至想过跳下去一了百了。他太想哥哥了，如果哥哥知道他弄丢了手镯，该有多伤心。那可是他攒了1周零花钱买的。眼泪又不争气的涌了出来，沈念肩膀不住颤抖，只能埋头小声啜泣：“哥哥，对不起。”手机忽然震动，一条消息弹出来：“念念，还没想好去哪家店吃饭吗？”沈念这才记起今晚跟陈稳约了饭，还没定地方。你有想吃的店吗？陈稳发来一条语音：“我们学校附近新开了家西餐厅，要去尝尝吗？”沈念把手机贴在耳边，听着陈稳温柔的声音，眼泪差点又掉下来。好，不过现在是晚饭高峰，咱们1小时后再去吧。看着屏幕上的回复，沈念清醒了些。陈稳就像一束光，总能温暖着他。沈念胡乱抹掉眼泪，转身下了天台。他知道自己现在一定很狼狈，于是先回宿舍洗脸化妆，希望能盖住哭过的痕迹。陈稳提前把餐厅定位发了过来，沈念直接打车过去，花不了多长时间。大学城最不缺的就是餐厅，这家新开的长第1号西餐厅看起来格调不错。沈念到的时候，陈稳已经在座位上等他了。他快步走过去坐下，不好意思啊，稳哥，我来晚了。陈稳笑着摇头，不晚，我也刚到。稳哥，你的外套。沈念把手里的纸袋递过去，陈稳接过来放到一旁，你应该饿了吧？先点餐。好，为了保持身材，沈念晚餐向来只吃半饱，1份意面就够了。只要意面吗？晚上吃多容易胖，以后还怎么当模特？陈稳笑了起来，从小到大你就没胖过。沈念弯起眼睛，那我就当你夸我了。陈稳的眉头微微蹙起，你哭过了？沈念笑容一僵，眼神心虚的躲闪，没有啊。陈稳叹了口气，你一哭眼睛鼻子就发红，化了妆我也看得出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沈念鼻头一酸，眼眶又开始发热，只能强撑着笑，我能有什么事啊？陈稳静静的凝视着他，声音温和的问，念念，连哥哥都不能说吗？就这一句话，瞬间击溃了沈念的防线，他哭得像个受尽委屈的孩子。陈稳见状，连忙抽了纸巾，轻柔的为他擦拭眼泪。沈念抬起泪眼，却正好撞上刚进门的陆延征的视线。他们一行好几个人，有男有女，应该是来聚餐的。陆延征在人群中鹤立鸡群，眉眼冷峻桀骜，格外惹眼。不同于前2天，此刻的陆延征才更像是传闻中的那个浪子，对你上心时，天上的星星都能摘给你；一旦腻了，连眼神都吝啬的没有一丝温度。两人四目相对，沈念长睫轻颤，一滴泪珠从眼角滑落，他抿了抿唇，狼狈的移开了视线。服务生上前引着那群人上了2楼。路过他这桌时，沈念桌下的手不自觉地握紧了。张一驰自然也看见了沈念，他挑了挑眉，似乎觉得这孽缘有点深。不过陆延征没表态，他便也没多事。等他们一行人走过，沈念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下。陈稳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只觉得他的状态很不对劲，不由得担心起来。
念念，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沈念回过神，望着陈文，勉强挤出个笑，没事，我只是突然很想我哥了。陈文眼中满是心疼，刚想说些什么，服务生就端着餐盘过来了。沈念吸了吸鼻子，努力平复心情，看向陈文，文哥，我真的没事，我知道还有你陪着我。陈文欣慰的笑了，快吃饭吧。陆延征他们被带进了预定好的包厢，等服务生点完单离开，几个女生便八卦起来，刚才楼下那个就是沈念吧？坐在张一驰旁边一个身材火辣的女生说，她对面那男的就是她男朋友吧？我今天还在超话看见了，衣服都一样，长得还挺帅。张一驰揽着她的腰捏了一把，半真半假的吃醋，比我还帅。女生脸颊泛红，靠在他怀里撒娇，没有，当然还是你最帅。梁默好奇的问，你们都认识沈念？认识算不上，不过我听说过他。另一个女生语气有点酸，她可是男生公认的清冷美人，在学校名气挺大的。一个大波浪女生接话，我和她是高中校友，高一还在一个班，见过几次，算认识吧。张一驰又问，那男的你认识吗？大波浪点点头，认识，他叫陈稳，比我们大一届，是我们高中的理科大神，现在就在旁边的理工大。张一驰瞥了陆延征一眼，看他嘴里叼着烟，一言不发，又追问，所以他俩真是情侣？陆延征垂着眼，闻言睫毛微动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金属打火机，应该是吧。大波浪想了想说，他们好像是青梅竹马，听说高中就在一起了，关系特别好，不过那时没公开，现在大概不怕了。金属打火机咔嗒一声打着，火苗燃起，香烟却被扔在桌上，众人瞬间安静下来，齐刷刷看向陆延征，他吐了口烟圈，声音低沉，你们是吃饱了撑的吗？没事聊别人八卦。大波浪顿时十分尴尬，低下头不敢再说话。沈念对找回手镯已经不抱希望了，好在和陈稳吃完饭，心情平复许多，至少不会再崩溃。他开始安慰自己，或许是哥哥不想让他被陆延征欺负，才让这一切发生。哥哥一直都在用他的方式保护我，这么一想，好像也没那么难接受了。转眼又到了周末，沈念没空伤春悲秋，得赶紧赚钱。他目前有2份固定兼职，周六晚上去酒吧驻场，周末白天在学校附近咖啡馆打工，驻唱1晚500，从9点到凌晨2点，咖啡馆1小时20，从早上10点到晚上7点，午休1小时，一天160，周末2天就是320，2份兼职加起来，一个周末收入820，这点钱根本不够花，所以他还有个不固定的兼职，就是接模特公司的走秀工作，走秀报酬很高，基本都在5000左右，有时甚至上万，一个月一次就能解决生活费问题，但活动不常有，收入很不稳定。为了改变现状，沈念缺钱时会去蓝海会所当服务生，那里除了有被骚扰的风险，一晚保底工资1000，小费提成另算，有时比走秀赚的还多，很适合急用钱。开学后事情太多，9月都过半了，沈念还没怎么赚钱，不免有些焦虑，所以他决定这周日晚上再去蓝海上1天班。会所经理自然乐意，很快就给他排了班。怕晚上太累，沈念周六从酒吧回来后，周日白天干脆没去咖啡馆，在宿舍睡了个昏天黑地，直到下午才醒。他点了外卖，吃完便开始化妆。出门前忽然想起陆延征那件棒球服还在他这，这衣服官网售价3万多，扔肯定不行，放他这也别扭。他准备一起带去会所，陆延征肯定会去玩，到时候把外套交给前台，让他转交就行。就这么办。沈念去会所向来只化淡妆，也就是打个底画个眉再涂个口红，毕竟他是来赚钱的，可不想招惹什么麻烦。准备妥当后，沈念拿着装外套的袋子出门了。到了会所，沈念先去前台打了声招呼，2个前台小哥看见他眼睛都亮了，其中一个热情的主动搭话，沈念，你今天来上班啊？沈念把袋子放到台面上，开门见山，这是陆延征的外套，如果他来了，麻烦你转交给他。前台小哥愣了下，好，谢谢，我先去换衣服了。沈念朝2人笑了笑，转身离开。前台甲一脸疑惑，陆少不就在楼上吗？他为什么不自己送上去？前台乙白了他一眼，你懂什么？这叫欲擒故纵，肯定是想让陆少知道他来了，好让陆少去找他呗。前台甲恍然大悟，沈念，陆少让你亲自送上去。沈念眉头微蹙，陆延征现在在会所。前台乙观察着沈念的表情，一时间也分不清他是真不知情还是在演戏。沈念面露为难，他是真不想见到陆延征，镯子毕竟是他扔的，换谁心里能没点气？可他现在是服务生，拒绝客人是大忌。他叹了口气，麻烦你了，东西给我吧。不麻烦。前台乙把袋子递给他，陆少在912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沈念拎着袋子走向电梯，几天没见，不知陆延征气消了没？但不管怎样，这次见面肯定不会愉快。明明相看两厌，他竟然还主动找上门来，真不知道他是脑子坏了还是存心找茬。电梯停在9楼，沈念深吸一口气，走到912包厢门口敲了敲，咚咚进。听到那熟悉的声音，沈念抿了抿唇，推门而入。包厢里的人比上次少，但依旧有不少美女环绕，几个人围着沙发玩骰子，茶几上摆满了各种洋酒。沈念习惯性的扫了一眼，发现没一瓶便宜的，要是都算在他单上，光提成就能赚不少。输了，喝酒。张一驰放下头盅，端起酒杯递到怀中女孩嘴边，都不知道让人家。女孩娇嗔地瞪了他一眼，就着他的手喝光了酒。张一驰在他唇上亲了一口，凑到耳边暧昧低语，那你今晚可得卖力点。女孩害羞地在他胸口捶了一拳，讨厌。陆延征冷冷地扫了他们一眼，别在这碍眼。那女孩吓得立马往张一驰怀里缩。张一驰搂着她笑对陆延征，怎么羡慕啊？羡慕你也搂一个。沈念这才发现陆延征两边也坐着女孩，但没一个敢像张一驰怀里那个一样贴着他。他心里不禁纳闷，陆延征不是挺受欢迎的吗？怎么还没张一驰会玩？沈念正走神，陆延征的目光忽然扫了过来，像是偷窥被抓了个正着。
他瞬间清醒。陆延征的视线在他身上打了个转，最后落在他脸上。你愣在那干什么？张一驰则饶有兴致地打量着他，心想这服务生制服穿他身上真好看，端庄又禁欲，一双腿又细又长，被他们看得浑身不自在。沈念开口：“我是来还衣服的。”什么衣服？张一驰八卦地看向陆延征。陆延征淡淡道：“随便扔哪都行。”沈念点点头，把袋子放在沙发扶手旁，转身就想走。惹不起总躲得起，以后还是别再见了。但显然他想得太美了，脚还没迈出去，就听见陆延征又开口了：“我让你走了吗？”他脊背一僵，恨不得装没听见，可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沈念停住脚步，转过身，拿出职业的微笑：“您还有什么吩咐？”张一驰挑了挑眉，觉得这姑娘倒挺能屈能伸。陆延征黑眸里带着玩味：“过来陪我玩几局骰子。”我不会。沈念想也不想就拒绝：“不用会，很简单，猜大小。”陆延征点了支烟，6个骰子，18点算中间，过半是大，没过是小，你来猜，猜对1局，我让你开1瓶酒，猜错1局，你喝1杯，怎么样？沈念总觉得他不安好心，抿唇婉拒：“我酒量不好，怕是不能陪您尽兴。”陆延征嗤笑一声，烟雾缭绕中眼神迷离又邪气：“酒量好就没意思了。”果然，他不怀好意。沈念有些犹豫：“我也不为难你。”陆延征在烟灰缸里弹了弹烟灰，不管输赢，10局就结束，这总行了吧？这游戏胜率至少1半，要是赢几次，今晚收入就可观了。就算全输，10杯酒应该也不至于喝醉。思索片刻，沈念点头：“好。”陆延征勾起唇角，笑意却未达眼底。陆延征掐了烟，对左边的女孩说：“给他让个位。”那女孩虽不情愿，也只能照做。沈念连忙说：“我坐对面就行，过来。”陆延征又重复了1遍：“别让我说第2遍。”他眸光平静深邃，却带着不容抗拒的压力。张一驰在一旁看得心情复杂，生气归生气，可沈念毕竟有男朋友，陆延征这不会是玩过火了吧？沈念咬了咬唇，还是坐到了陆延征身边，两人隔着10公分的距离，他却仿佛能闻到他身上若有似无的雪松和烟草混合的气息，有种说不出的暧昧。他腰背挺得笔直，心一直悬着，生怕他突然靠近。陆延征太强势了，他熟练地摇好头盅放在他面前，大还是小？沈念只能瞎猜，小。陆延征打开头盅，他紧张地盯着，25点，是大，喝酒，愿赌服输。沈念端起桌上的酒杯一饮而尽，再来。陆延征再次摇好头盅，大还是小？沈念想着一直猜一个总能对，于是还说小，结果开盅，23点，又是大，喝酒，他只能继续喝。接下来两人不断重复着这个流程，陆延征问大还是小，沈念打小，陆延征开盅，沈念喝酒，他根本就是存心想灌醉他，一局接一局，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。沈念跟他较着劲，输了就喝，毫不含糊，但喝得太急，后劲上头有点难受。幸好10局很快结束，他紧绷的神经终于松懈下来，胃里一阵翻江倒海，他强忍着不适问：“10局了，我可以走了吗？”陆延征点了支烟，姿态慵懒地靠在沙发上看着他，过了几秒才说：“可以。”沈念立刻起身，大步离开了包厢。旁边的女孩们看得心惊胆战。他走后，包厢里没人敢说话。张一驰抽了口烟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搞不懂沈念是犟还是傻，明明每次点数都偏大，他偏要猜小。陆延征也是狗，那玩骰子的技术，摇大摇小全凭他心意，硬是灌了人家8杯酒。最后2局不知是良心发现还是心软了，才故意放了水，不然今晚他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。陆延征一直沉默地抽烟，像没事人一样。不到10秒钟，他也起身跟了出去。张一驰见状摇头叹气，招惹谁不好，偏招惹个有主的，这不是自找麻烦吗？沈念从包厢出来，捂着嘴直奔卫生间，还好没吐，干呕了几下后有些头晕。他撑着洗手台闭眼缓了好一会儿，才压下胃里的恶心。看着镜子里脸颊绯红的自己，他只觉得心里堵得慌，憋屈又难受。他知道陆延征是故意的，既然他想整他，那他就顺着他。这下他总该出气了吧？不过陆延征这个人他是真怕了，阴晴不定又难伺候，以后必须绕着走，等状态好些了。他用水漱了漱口，整理好衣服，确认镜子里看不出异样，才走了出去。可没走几步，就撞见在拐角抽烟的陆延征。他手心一紧，低头假装没看见，擦身而过时，手腕却被他一把抓住。他像受惊的猫一样激烈挣扎，但他力气太大，他根本挣脱不开，手腕反被他捏得生疼。沈念怒吼：“你放开我！我要是不放呢？”陆延征掐灭烟头扔进垃圾桶。沈念放弃了挣扎，瞪着他质问：“我都按你说的做了，你到底还想干什么？我还以为你多喜欢喝酒呢。”陆延征垂眸看他，之前不也喝得烂醉？沈念知道他在阴阳怪气上次爽约的事，心里的火也压不住了。我都说了不是故意爽约，上次喝酒是为了工作，我的东西你都扔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？陆延征黑眸沉沉，这话应该我问你吧？沈念完全不懂他的意思，不耐烦道：“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有男朋友，为什么还来亲我？”陆延征下颌紧绷，眼神像是要把他生吞活剥。